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昨天 CPI 数据终于公布了啊，9.1%，比预期的更坏。所以呢，随着 CPI 新闻公布的一瞬间，加密货币市场就给出了反应，直接一根大阴线就跌了下去。可随即又在3-4个小时之内又涨了回来。那这种走势比较极端啊。当然了，面具人之前也给大家预判过，说最近的走势都是这种上下极端震，方便他们机构套利。对于这种走势啊，面具人我的分析是，庄家们统一的、故意的要爆多。毕竟呢，之前一段时间，这些新闻机构呀、金融机构都一直在炒作利好消息啊。我当时也说过，为啥这些机构们都在统一的唱多呢？而且你们看啊，唱多完了以后，这个 CPI 一公布，就在那一瞬间，就跟系统设定好的一般，哗一下统一的把这个盘子给砸下去了。所以呢，你们仔细想一想，炒作了这么长时间的多，有半个月了吧？怎么着也得收割一下了吧？但是呢，他们还不想把目前的这个场子给砸了，好不容易捂暖了、捂热了，所以呢，很快呢，一根大阴线砸了以后，又出现绿线给拉回来了。毕竟嘛，到彻底加息的26号之前还有10几天的时间。那在这个彻底加息的最终大审判之前呢，庄家们、机构们还是要尽力的挣扎，多做几个多空波段啊，上上下下的套利嘛，这是他利益最大化的玩法，尽可能把自己的钱多赚一点啊，以抵抗这个加息带来的副作用。那这也符合我前几天节目一直提醒大家的，最近行情都会上下波动的比较剧烈，多空上下走，保证机构们的利益最大化。我昨天呢也在会员群里面公告说了，这个 CPI 刚公布刚开始的时候大跌了，我就说不妙，赶紧跑。但是呢过了一会儿，我就看这个走势怎么不对啊？咋又拉回来了一点点？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了。有圈套，所以呢，我就赶紧发公告告诉会员说了，咱们先看一下这次的小涨是否能涨回起跌点。如果涨回到了起跌点，则代表完全消化掉了这一次 CPI 的利空，对散户们的恐慌情绪也会有所缓解。如果说快回到起跌点了以后，再往上涨，那就证明它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反弹空间。如果说回不到起跌点，那就可能会继续跌。然后呢，比特币的走势就是先回到了起跌点，然后呢再涨到了2万多，20400多吧，情绪明显好转了。今天的贪婪恐慌指数呢也是15、16吧，比之前的那种极度恐慌3个点、2个点的那种3、4的贪婪恐慌指数要好很多了。所以呢，我在会员群给出的判断还是很及时的。一回到这个起跌点，然后呢还能往多的多，没办法，我们做交易就是要根据情况及时的调整交易思路啊。你不能死压一个方向，那万一压错了呢？你就一路撞南墙不回头了。哥，那是钱，那不是纸，你撞下去是要有代价的。如果你们想要进会员群的话，节目末尾我会公布我的联系方式的。好，继续说主题啊。这个 CPI 公布了以后啊，美国现在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声音，派系撕裂的很厉害啊。有的说是，就像拜登带头就说了嘛 ，CPI 这个公布的数据已经过时了，不能代表什么啊，只是6月份的 CPI 嘛，你们别怕，现在的 CPI 肯定好啊。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呢，说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未来的通货膨胀还会加剧。那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能站得住脚呢？我们究竟应该是乐观还是悲观呢？今天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啊。顺便我还想说一说印度神童重出江湖的事情。
OK，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韭菜了，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随机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转钱啊！那为了公平起见呢，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都是真金白银哦。好，来说正题啊，美国现在的 CPI 公布了以后啊，出现了几个插曲儿，那就是在 CPI 公布之前啊，有假消息放出，说哎，这一次的 CPI 已经10几个点了啊，吓死人了。然后呢，美联储官方就出来辟谣了，说啊，这个10几个点、10点几个点都是造谣。其实现在的 CPI 只有9.1%。面具人，我觉得吧，10个点也好，9个点也好，11个点也罢，差距不是很大嘛。啊，我想说，这种举动啊，应该是个心理学的操作手法。实际上呢，美国现在的通胀很可能已经失控了。究竟有没有？我相信住在美国的观众朋友们、小伙伴们应该有贴身的感受啊。觉得失控的，请留言打1；觉得没有失控的，请留言打2。所以呢，我觉得之前公布的所谓的假消息啊，10个点、10点多个点，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呢，为了削弱这个高通胀造成的市场恐慌，他可能就会先给你说个最坏的感觉，刺激你的心理预期，降低你的贬值，然后呢再说，哎，这个10个点多、11个点都是假的，最后再给你公布一个不那么坏的，看9点几个点，哎，不是10点几个点，也不是10几个点，哎，看来还是很好的嘛，跟最坏的一比，已经不坏了。从这种操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美国它不想 CPI 数据太高，高通胀的数据公布出来，那一定会造成市场恐慌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不敢一次性公布这么高的 CPI。那为了稳定市场需要，美国总统拜登也站出来说话了，说这个 CPI 显示的只是上个月的数据，并不能代表什么，这个月不一定不好啊，这个月说不定通货膨胀还下来了呢。这句话就被市场解读为通胀已经见顶了，利空出尽了。但是美联储的梅斯特却正面打脸拜登了，直接就否定了通胀见顶的言论啊，说接下来这个通胀也不乐观啊，各项指数都不好。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啊，其实5月份也说过通胀见顶了，在之前再往前，第一次加息的时候，哎，市场还说啊，加息没那么坏，利空出尽了，哎，接下来的市场还是强劲的。可是这些所谓的唱多言论后来都被打脸了啊！面具人当时虽然说我不认为美联储可能会疯狂加息，但是呢，我一看美联储这么坚定啊，我就觉得不好了，接下来可能会连续加息，真的要加。所以呢，我就一直给观众说，接下来会一直不好，一直不好。看，咱们一路看空看到现在，从5万多看到4万多，4万多看到3万多，3万多看到1万多。老观众可以给我作证啊！市场的变换就是瞬息万变的。那面具人我及时调整的看空策略，是不是帮大家避险了啊？是的，请留言打1；不是的，请留言打2啊。继续说主题，其实这个通胀是否见顶啊？我们其实看大数据就知道了。这一次公布的 CPI 通胀数据，几乎每一项都在涨。所谓的利空出尽，无非是市场炒作，但是它并不能改变现实啊。现在所谓的利空出尽，无非就是拿那个油价有点回落来说事儿。但是你们知道吗？油价在 CPI 总统计中只占据10%左右的权重，占的比重并不是很高。所以呢，油价并不能决定整体的 CPI 的走向。那CPI 里面还有其他的商业供应链的问题呢，这些问题你解决不了 ，CPI 肯定下不了嘛，是不是？当然了，拜登公开说什么经济好转呀，这个 CPI 没有那么可怕呀，是为了他的选票啊，为了维稳经济。
不让民众恐慌了，大家都觉得啊有信心了，才能觉得拜登统治得好嘛。而美联储它则不用关心选票的问题，它不用担心维稳，它只需要考虑经济利益。所以呢，拜登看多，政府看多，那美联储看空，一个看多，一个看空，哎，我们也能理解。其实7月份的 CPI 大概是个啥样子，美联储的心里面已经有数了。他们天天做统计，他们能不知道吗？拜登肯定也知道，只不过各自的立场角度不一样。现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你甭管他们谁怎么说，啊，你们明显可以感到，加息50个基点的这个话没人再提了啊，等于说加息50个基点已经不存在了，肯定是75个基点起步，而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也变高了。那你们想一下啊，如果真的加息100个基点，那面具人我只能说，你们就等着看市场爆炸吧。届时会有更多的项目方资本机构爆雷的哦。一说到爆雷啊 ，Celsius 旗下的涉事矿业也申请破产了。这个大型的挖矿机构的破产，会对很多挖矿企业造成不小的冲击的。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在熊市是否到头了呢？啊，市面上也有声音说啊，熊市快到头了。那面具人，我认为啊，是否到头要看26号的加息的幅度和接下来的走势。至于从现在到26号这几天，你们随便玩一玩就得了，因为机构们肯定会玩了老命的，在这10来天的时间当中找机会多空双杀，多撸点钱。毕竟26号加息这个事情它抵挡不了。我们可以尝试的能掌握住节奏的话，比如我教给你们的办法，抓跌破位，比如说跌破了2万的整数点了，19000的整数点了，你在这个时候抓进去，你盈利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但是这种操作方式也就是短线娱乐啊，还不到你长线定投看多的时候呢。我们再考虑一个情况啊，那就是如果26号公布的加息比较多，出现大跌了，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可以尝试的入场一部分，因为这一次大大的加息必然会加剧美国的经济衰退。说实话，美国现在的经济已经衰退了很多了啊，可是美国它现在也只能通过保美元，保证这个美金的价值，然后吸引别人都去投它的美金来自保啊。那这毕竟是饮鸩止渴嘛，是不是？你最终还是要解决商业环境、供应链这些问题，否则的话，你这个经济衰退就没办法，对不对？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经济会衰退，可美国经济衰退了以后该怎么办呢？当然是要减缓加息的力度呗。毕竟美元指数现在已经上升了很多了，美元也涨了，美国的资金也回流了很多了啊。因为美元一涨，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好嘛，啊，美国这个美金值钱嘛。再加上欧元现在也跌了，欧元一跌，说白了对美金也是一个好事儿。再加上通过这几次加息，美国的国债的上升的目的也达到了，政府肯定是不吃亏的，政府就是庄家。那政府如果说他的口袋满了以后，他则有可能考虑啊，这个韭菜不能割太狠了，韭菜割了一波以后该养一养了，则有可能要考虑建设市场信心了。在26号那一天，如果真的是加息100个基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往稍微乐观的方向去看了。因为，我给你这么说一个逻辑啊，看，之前市场炒作什么？相比于加75个基点，这一次只加了50个基点，那是好事嘛？证明美联储的这个枪头调转了，准备这个宽松了，对吧？这一次一样嘛。这一次加100个基点，如果真加100个基点了，那它接下来不可能再加100个基点了，那接下来加个75，加个50，反过来一看，相比于100个基点，那真的是利多呀，好消息呀，是吧？没加那么多了，就是这么的阿 Q。但是这种情况概率很大，所以呢，如果26号真的是加100个基点，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一点的崩跌，然后呢，那个时候是你可以乐观买进去的一个抄底好机会。除此之外呢，我标题中也说了，印度神童他发话了
阿南德之前预言加密货币市场会在4月、5月崩溃，哎，果不其然，你看真的崩溃了。阿南德说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加密货币市场会惨得很，果真，加密货币在6月真的惨。哎呀，这个阿南德呀，牛逼呀！咱们仔细回想一下，结合他之前说的几个预言，都是神准，我们不得不信邪啊。哼，印度神童最近又有新的预言了，他说金融市场整体将在2022年底迎来改善。刚才面具人我也说过了嘛，结合目前美国的这些金融政策来看啊，再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尤其是欧元也跌了嘛，欧元跌了，那咋办？买美元呗，或者是买加密货币呗，就这2个选项嘛，对吧？或者黄金。其实阿南德他是有很多这个政治观点的，他背后一定有团队给他出谋划策的啊。现在是几月？现在是7月，已经快接近年底了啊。7月底再宣布一次加息，接下来8月、9月、10月，他不可能再加100点吧，对不对？所以呢，年底加息的幅度确实不可能再特别大啊。整体的这个加息文革大运动快接近尾声了。这个月加息加100个基点的话，这个大剑落下来，很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大家可以去稍微乐观一点，但不能太乐观啊，因为金融市场的复苏不会那么快的，啥事情都会有一个过程啊。你可不敢说啊，这个美联储一公布加息了以后，哎，你直接就多进去，那你那是找死啊。刚加息的时候，大概率很可能是咻就掉下来了，然后呢，你在那个区间你再找机会，听懂了没啊？目前的话没有啥好的机会，我建议你们可以留住仓位啊，因为最近这几天肯定会比较极端的上下波动的，机构们要套利嘛，所以呢，你们把仓位留住，哎，准备参投一些初创的潜力项目。这种项目如果说你能买到的话啊，等到牛市一来啊，初创项目你占到的是最根基的位置，你的利润当然大了。当然了，像那些什么撸管子的那种骗到钱就躺平的没格局的土狗项目方就算了，比如说什么跑鞋呀乱七八糟的，他们赚到钱以后就想着怎么去把这个烂摊子砸了，怎么把钱套出来啊，他们不想把生意做好啊，这种项目你不敢乱投。哎，至于这些比特币、以太坊啊，你就等到这个月底26号左右，你看好情况，你再往前冲。当然，我也会在群里面实时给大家更新的啊，看看那个时候有没有机会定投多进去。总之呢，市场复苏它得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就是群雄并起的时代啊。当然了，你并不能保证你就能抓住一个好的群雄加入其中，然后一起崛起，你保证不了。但是面具人我可以保证，因为我看的项目可能比你吃的饭都多。你一天吃几顿饭？3顿饭。我告诉你，我一天至少有30个项目方来邀约我，不吹牛逼啊！老观众都知道，我之前展示过我那些项目方邀约的邮件啊，那些项目方真的我要啥给啥啊，要钱给钱，要机密给机密，要资料给资料，要股份给股份啊！毕竟我的地位在这儿嘛，谁都想看到我再打造一个 XA， 再打造一个 AVAX 这样的把华人区打开的一个传奇项目，是不是？不过面具人我这个人还是很有道德底线的啊，我不乱推项目。你看我半年1年我能推一个项目不？我不是说靠那种推项目赚点钱推广费呀，或者给交易所推广个什么2维码赚那几块钱而为生的啊，赚那些钱一天够不够我喂鸟都不知道。好，继续说主题啊。有些人问我合约有没有啥建议啊？合约我也没啥好的建议，你们只需要记住一点啊，波动越频繁的行情，合约死得越惨啊，因为涨你也会死，跌你也会死，空了变多，多了变空，你就爆了。我一般呢，只有在大顺风或者大逆风的明显的环境下才会考虑合约的。现在明显不是大顺风或者大逆风嘛，啊，
所以各位还是把仓位留着吧，投一些到时候的风浪项目。毕竟你们看 Axie 在那个时代是一枝独秀呀，涨了几十倍。当然了，这中间也有面具人我的功劳。早期 Axie 的中文区的推广是我做的嘛？啊，你看玩 Axie 的谁不知道我面具人呀？可是观众朋友们，你们不要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Axie 的早期投资者们啊，是憋了足足2年时间啊，买 Axie 的土地宝箱，买 Axie 的宠物宝箱啊，他们等了那么长时间才换来这么大的利润的。当然了，也有等的时间短的，像那个咱们华人搞的跑鞋 GMT， 哎，短短的2个月时间大起大落，暴涨暴跌就死了。啊，不过这个跑鞋它到底是怎么涨起来的？项目方是怎么套利的？啊，欢迎你们看我上一期节目啊，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实际上玩跑鞋的，你们可以去他的群里面去看一看，真正赚钱的人有几个啊？为什么盘子涨了，倒没有几个人能赚到钱？为啥？我上期节目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啊。各位，赚钱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不要急于求成。钱真的是那么好赚的？随便投一个项目啊，别人一说这个涨几十倍，那个涨几十倍，你把钱买进去了，你就能发财了。你见过有几个这种人啊？是不是？早期项目有，但是你不一定能碰到。有好项目的话，我也会在我的会员群里面给大家分享啊。如果你想紧跟我的操作策略，或者参与我接下来的稳赚项目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 或者 Little19860425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啊，跟着那些什么给交易所打工的博主啊，赚点广告费的那些可怜人啊，跟着那些穷逼去做项目去赚钱吧。面具人，我的成功秘诀是：你想赚钱，你当然是要跟有钱人赚钱了呀！啊，面具人，我不给你分享什么2维码来让我赚几块钱，我高兴了我还给你讲钱。祝你好运，再见。